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这儿的。我去找你的领导，找你的父母，找你所有的同事，让所有认识咱们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。白志勇，你想干什么？狗急跳墙，这就是我想干的。我讨厌欺骗，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被骗，这就是我想干的。我要知道真相。我确实看清了警察和同事，让他们撒谎了。我想隐瞒真相。3年前，确实有一个真相，一个残酷的真相。3年前，我被人强奸了。3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我加班很晚，我打电话让你来接我，你在打德州扑克，态度很不耐烦，让我自己打车回家。我下了出租车，在小区门口被2个人绑架，塞进一辆车里，开到了郊外。在车上，那2个人跑了，我当时就报了案。从公安局做完笔录，已经是凌晨3点多。我回到家，你还在打牌。那天你彻夜未归，所以这件事你丝毫没有察觉。2个强奸犯前几天刚刚被抓住，3年了，3年零3个月。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。那天很冷，我一直在抖。从公安局回到家里，热水澡、仰床被子，4个小时，一直到天亮，我才停止抖动。我曾经幻想这个案子永远都不要破，这样警察就不会来找我，我就不会再想起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，就会永远忘掉这件事情。我还幻想过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就不会有这样的面对面，这样的谈话，这样的记忆。为什么？
白世友，你为什么非要知道这一切？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一切，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？为什么？那个晚上过去以后，我想了好多天，有一个特别固执的想法在我脑子里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知不知道都不能改变这件事情的结果。我不想两个人去承担这种痛苦和折磨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，肯定会把自己折磨得难以自拔。仅仅是为了不让我痛苦。与其两个人受折磨，不如让我一个人来承担。这次抓到这两个人，我又恳请了公安局和知道内情的同事，这件事情要继续保密，尤其是不要告诉你，不要告诉我父母，否则这3年的保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要不是警察按当年留的家庭地址来找我，你是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你的固执，因为你的倔，你还是知道了这件事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睡不着，是吗？天快亮了吧？闭上眼，努力睡。
醒了，来吃早餐。来，我要去上班。休息一天吧。我想让这件事情尽快的过去，不再折磨我，也不再折磨你，这样对我们都是更好的选择。我会强迫自己忘掉3年前，忘掉昨天夜里我们的谈话。所以，我想去上班。来，趁热喝。啊。别哭了，快吃。啊！老白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在等你。等我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关机。我知道你在上课，所以在这儿等你。终于水落石出了。打死我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儿。景雅，那么单薄的一个女人，心里竟然藏着那么一件大事儿，还瞒了那么久。金雅说，她想让这件事儿尽快过去。谈何容易啊！这种事儿是真正的心口上的伤，隔了3年又被撕开，怎么可能轻易过去啊？我想帮他，可是，你们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一种方式，这段时间先不要去找他，离他越远越好，尽量少见面，见了面也绝对不要提这件事情。可是假装这事儿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装傻充愣，恐怕也不好吧。我倒觉得，应该勇敢面对这件事儿，手起刀落，以毒攻毒什么的。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。多陪他，多跟他聊，不回避就聊这事儿，让他释放得快一点。你说呢，老白？以我对景雅的了解，这件事不能藏着掖着，不能回避，否则反而会让她觉得更严重。我得去找她。去见景雅之前，把你的胡子刮掉。
秦阳，是我。开门，我知道你在家里。秦阳，秦阳，你开门！你不开门，我就这么一直叫下去。秦阳，秦阳，你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家里。你为什么不开门啊？你为什么不见我？我说了，我想让这件事情像没发生过一样，我想让这件事情尽快的过去，所以，我们还是尽量少见面吧。蓝天瑜用了一个词儿，以毒攻毒，我觉得对。你不应该回避。想跟你直白的聊聊这件事儿，反复聊，不遮掩，聊累了，聊烦了，这样这件事儿才能过去的快一点。聊吧，看你这方式管不管用。那天晚上，因为我去打扑克牌，没能去接你。除了强奸，除了强奸那件事情，你既然不想藏着掖着，就不要回避这个词。除了这件事儿，你心里是不是特别恨我？当时恨了2年，离婚以后好多了，不恨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当初我才坚持跟你离婚，因为只有离婚，才让我觉得我报复了你，才能消除这种恨。离婚以后，你到处炫耀你所谓的追求舒坦的各种理由和说法，大部分我都反对，但有一句话我是同意的：过去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。所以把痛留在过去吧。小雅，对不起。我当年之所以隐藏这件事情，就是不想看到你这副痛苦的表情。我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对不起。你那么骄傲，那么潇洒的一个人，说对不起3个字，我会难过。所以，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。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想了好几天，只有一条路，唯一的一条路，没有选择的一条路，就是尽快
忘掉那个夜晚，尽快的让这件事情成为过去。人要活着，就要学会把不愉快的东西尽快的埋藏起来。这不是坚强，这跟坚强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本能，这是人的本能。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很深很深的埋藏了起来，只不过这一次又被挖了出来。但是我依然相信，它还是会过去的。小梅姐，签下字。谢谢。姐，这个月的50。哦，谢谢。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，静雅3年前曾经打掉过一个孩子吗？那个孩子是他被强奸以后3个月怀上的。孩子的父亲肯定是我，但当时觉得对不起我，导致他最终做了流产。他不要这个孩子的理由，我想了无数次，可怎么我也没想到，竟然会是这样一个原因。小梅，这一切太残酷了。我感觉我已经没有了力气去面对，而那个逝去的孩子，静雅一点责任都没有。如果有责任，是我，是老天，是命运。
黄酒红，哎，还认识我吗？华晨辉我都能认识你啊，吴倩。这么巧啊？不算巧，这是我工作的酒店。有空吗？一起喝杯咖啡。我知道你今天去法院作证，我想陪你去。公安局的同志已经安排得很周密了。我不放心，我还是想陪你去。早上没吃饭，先吃点饭吧。你看，吃哪个？你一会儿要上法庭，万一待的时间长了呢，你会饿的。这种环境，我怎么吃得下呀？那儿有个休息室，我看了，那里边能吃东西。我刚才问了，不会马上叫我。走，咱去那儿。哎呀，白志勇，你就别逼我吃了好吗？好，不吃。还有，一会儿你进去了，如果那2个犯罪嫌疑人在，你不要看他们，眼睛尽量看着律师和法官。我怕你看着他们不舒服，会紧张。要不然，我去问问，能不能让你戴副墨镜？你这么一说，我现在就开始不舒服，开始紧张了。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放松，放松。你居然还单身，全滨海市的男的都瞎了眼了啊！还是因为你要求太高啊，挑3拣4的。都不是啊，一直在积极寻找，确实没有合适的。那还是因为你要求太高。你怎么样啊？一切都还好吗？不太好，我太太半年前去世了。白志勇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先坐，来，坐那儿。先喝点水，吃点东西。我直接给你买了面包，好几种馅儿的。白志勇，你不用这么婆婆妈妈的吧？你不用像做了亏心事一样，小心翼翼的看我的脸色，像保姆对孩子一样的照顾。这叫以毒攻毒吗？这好像你一直在提醒我，你受了伤害，你受了伤害，你很惨。我当初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
就是因为怕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你，就是喜欢你的大大咧咧、不拘小节，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，哪怕有一些匪气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妻子，我可能会有些怨言。可是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很佩服你，也很羡慕你。白志勇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为了照顾我而改变自己，好吗？3年前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发现人有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能扛事儿。那天晚上我在公安局做笔录，我看到了很多的事情。一个年轻姑娘被抢劫，摔倒在人行道上，重度骨折。她紧紧地抓住男朋友的手，强忍着自己的泪水，强忍着疼痛，微笑着反过来去安慰她的男朋友。2个15岁的少年，为了抢夺一个价值几十元的游戏卡，而被捅成重伤，满身鲜血。一个6岁的男孩被他有家庭暴力的父亲打得左肩关节整个反扭过去。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不幸、鲜血、伤痛，还有坚强。我坐在那儿，突然想到，我们俩看电视的时候，那些名人明星遇到困难灾难的时候都说的一句话：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还嘲笑过这句话，觉得假、虚伪，觉得做作。可当时我就是用这句话来劝自己的。人活着，有些苦难是回避不开的。我一定要给自己迅速找个理由，让自己尽快的超脱。我跟景雅谈了好几次了，每次都直言不讳，不回避强奸这件事儿。我觉得景雅好多了，看来这个以毒攻毒的方案还是对的。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？景雅好多了，可你却越来越不好了，对吗？双眼迷茫，神情黯淡，说话无精打采的。你是不是还过不了这个坎儿？
在他面前，我也是强撑着。别想太多了，非要想，就想想景雅的坚强。你说的对。以前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信、很想得开、很看得开的人，可现在我越来越不喜欢我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我的痛苦，我的委屈，在景雅的痛苦委屈面前，麻椒要磨成细粉状，还有收汁儿要注意火候，是吧？外边有人找，谁呀？不认识，一女的，长得还挺漂亮。我来找你，是为了白志勇。老白的情绪非常不好，很低落，很压抑，一直在责备自己。我希望你跟蓝天瑜能够帮助白志勇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日子，尽快的让他摆脱心理障碍。景雅，老白他始终认为3年前的那件事情，他有摆脱不掉的责任。你为什么不能早点跟他说呢？因为我不想2个人同时去承受这种刻骨铭心的苦难，不值得。所以当时我瞒着白志勇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没有当着白志勇的面说，是因为白志勇比我更脆弱，更容易崩溃。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俩能够帮助他，尽快让这件事情在他心里淡漠，尽快的让他从这种自责中解脱出来。我怕大家的注意力全放我身上，怕我垮掉，我怕忽略了他，他会垮掉。白志勇比我更脆弱，更容易崩溃，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俩能够帮助他，尽快让这件事情在他心里淡漠，尽快的让他从这种自责中解脱出来。我怕大家的注意力全放我身上，怕我垮掉，我怕忽略了他，他会垮掉。景雅都这样了，还在惦记着白志勇。他的善良，他对老白的好，真是挺让人感动的。好女人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觉得老白现在有点神神叨叨、疯疯癫癫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怕他会憋出什么病来，到时候跟你一样再神经了。所以啊，咱得赶紧想想办法，帮帮他。消除郁闷的老办法，给他找点具体的事儿，最好是玩乐的事儿，让他忙活起来，让他分散注意力，而且得让他从精力上、体力上都感到疲劳，越累越好，这样他就不会时时刻刻
想着景雅这件事儿了。又在说白志勇的吧？啊，我们俩在讨论有什么具体的办法能让白志勇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别老那么痛苦。那就接着讨论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他解决。老白平时都喜欢干什么事儿？打扑克啊，组织几场牌局，打他个天昏地暗的，绝对能消耗他的体力和精力，转移他的注意力。不行，你忘了，白志勇就是因为爱打牌，造成了景雅和他的矛盾升级。景雅出事的那天晚上，老白正好在打牌，这太容易引起他的联想。可是我觉得打牌挺好的。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牌迷啊？就是因为在打牌的时候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体会到希望、失望、期待、绝望、贪婪、惊喜、沮丧、智慧、成就等等若干种情绪，确实可以暂时性的忘掉烦恼和苦闷。行，就打牌，还是以毒攻毒。来，出啊！哦，红桃，你天断红桃吗？哦，错了，我有。白志勇，你精力集中点好吗？输了得请他们俩吃饭，咱们俩都输好几把了。我知道。哎，我刚才走神儿了。哎呀，是我今天是有点精力不集中。我也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陪我来打牌。知道就好。赶紧打吧，快！你们说景雅，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什么都能聊，就是不能聊景雅。好，不聊。还得再想一个办法。反着想，别顺拐，别总想着白志勇喜欢做什么。老白因为景雅的事儿而郁闷，那我们就想景雅最希望白志勇干什么呢？然后就引导白志勇去做这件事情，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消除白志勇心中的郁闷呢？有道理，这样景雅也会高兴，连景雅一起拯救了，一石二鸟，一举两得。那工作在外地，在济南的分公司，是个部门经理。去吧。现在找个工作特别不容易，你放心，我好多了。这段时间，你陪着我，陪我聊天，陪我吃饭，陪我过周末，陪我干家务活。我上班的时候，你一个人没事干，又该胡思乱想了。白志勇，你应该有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生活。那个，我就不上去了，约了老蓝跟老黄。袋子里边有冰淇淋，上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。啊，还有那个鱼，红烧的时候别忘了放料酒。是啊，以前老是忘。上去吧，东西沉。我总要一个人过日子啊，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一切，所以那份工作别把我作为一个障碍。
我倒不是嫌工资低，也不是嫌职位低，我就是最近不想去外地。因为景雅，那景雅什么态度啊？他倒是劝我接受这份工作，可是他越劝，我越觉得他还需要我。刚才陪他去买东西，送他回家，看着他一个人拎着那么一大堆东西，孤零零地走进单元门口，我突然间觉得他那么瘦小，那么单薄，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的。哎，老黄，小美不是旅游界的老导游吗？要不要让她给老白安排一次旅游啊？行啊。老白想去哪儿？出去散散心。旅游？我知道你们俩是想给我找一点具体的事儿，让我释放郁闷。这招我在你们俩身上又不是没用过。我们就是想让你忙叨起来，尽快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儿。谢谢，谢谢你们俩替我想这么多办法，让我消除痛苦，解除郁闷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努力，我会尽快振作起来，即便不是为了我，也为景雅。你放心，我在这个事业大军里不会待太久。你让我放心你，那我也请你放心我。因为昨天我听同事们讲笑话的时候，能笑了，已经开始笑了。不会是为了缓解我的心理压力，故意这么说的吧？不会。一般的厨师喂饱食客，优秀的厨师愉悦食客，伟大的厨师要让食客灵魂出窍。是，师傅，有人找，又是谁？还是一女的，长得也挺漂亮。哎，又一女的啊！师傅桃花盛开呀！对呀，是不是知道了我的惨痛经历，母性大发，特意跑来怜悯我？我只是路过，肚子饿了，看看一会儿你能不能请我吃个午饭。太没问题了，很荣幸。痛苦，当你绕不开这个痛苦的时候，当这种痛苦真真切切的在你心里，在你身体里存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这种痛苦会淹没你所有其他的感情，喜怒哀乐全都不存在了，这样挺划不来的，不值得。所以，哪怕是自己扇自己的脸，自己砍自己，自残，也要强迫自己想明白，努力的把绝望和压抑全部扔掉，否则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陪我去听相声吧，我买了2张票。强迫自己笑，好主意。白志勇陪景雅听相声去了。不管是不是强迫自己去的，起码说明他们有力气、有欲望走出这个阴影。这说明他们不是在原地踏步了，他们是在往前的奔。
新的太阳已经照耀在白志宇和景雅的身上，多好！我还记得，当初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嘴里总喊着“舒坦，舒坦，舒坦”，折腾，折腾，折腾。不过现在想想，好像真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儿了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你们是不是还要坚持你们的舒坦理论？我没想，反正我现在打2份工，我累得跟孙子似的。可是只要我能接到小磊的电话，只要我算着去加拿大看望他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就有奔头，有念想，我就觉得挺舒坦的。至于喊不喊那些口号，没什么关系了。啊，这个舒坦的口号其实没错，尤其是我知道景雅这件事后，我想了很多。毕竟我们是有疼有痒、有血有肉的人，俗人。既然我们还在喘着气，闭着眼睛睡觉，睁着眼睛醒来，还在日出日落，还在柴米油盐。记得我在讲述我失足青年那段经历的时候，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既然我没有勇气从楼上跳下去，那就只能选择坚持。我和老蓝又有分歧了啊！他觉得人活着得有口号，我觉着过日子只管过，不用喊，光喊不过，那就成了播音员了。你别说，如果没有这个改变的过程，我都不敢想象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所以舒坦的这个提法没有错，是舒坦这俩字儿挽救了我。我现在拼命的工作，每天一回家倒头呼呼大睡，每天就数着存折上的存款，算着去加拿大看小磊的日子还有多少天。无聊的时候，一个人看看电视，发发呆，就挺舒服的，就好像回到了从前的日子。不一样，不是从前了，老黄。你已经不可能再是以前的黄九恒了。经历了生死离别，经历了那么多折腾，对比之下，你才觉得这种安静的日子舒坦、舒服。舒坦呀，应该是一种适合自己的具体的活法，而不是强迫自己的一种表演行为。冬天寒冷刺骨，家里有暖气；夏天酷暑难耐，屋里有空调，倒在床上四仰八叉，睡得踏实，这就是舒坦。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给你家人打电话吧。喂，你好，110申警。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是蒋展成吗？不是啊。那你的电话是151-1697-2751吗？是。景展成是我前岳父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认识一个叫景雅的女士吗？我认识啊。她在车站昏迷了，已经送到市立3院了，急性阑尾炎，需要马上手术。现在需要有家属签字，
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来。大夫，手术怎么样？手术做得很顺利。好。天涯，麻烦你了。说了多少遍，菜里要有爱，对待你的菜要像谈恋爱，没有浓情蜜意，没有脉脉含情，炒出乱七八糟的菜，只能马马虎虎廉价卖。又来了，什么又来了？训你几句还不应该吗？不是师傅，还顶嘴？不是师傅，是你的女性朋友又来了。还不干活去？哎，大老远就听着你的声音了。给你买了个耳机，听听音乐，静静心。桃花盛开呀，很灿烂。你这个太贴心了。我是不是有点太主动了？你不适应？慢慢适应吧。你继续骂人，我走了。眼神空洞，无神，没焦点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说话呀！景雅动了手术，他怎么了？没事了，急性阑尾炎，手术很顺利。他父母都在江西南昌，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别的亲人，所以我在手术台上签的字。我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，又看着他被推出手术室。这个过程我一直在想，在这个城市里，如果不算我，他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当他昏倒在地铁站的时候，别人问他家人的姓名和电话，他说的是他爸爸的名字，而报的手机号是我的。我知道他是想跟警察说他爸爸的电话，而他脑子里只有我的电话。他只记得我的电话。
有句老话说得好，离远了、离开了才看得清。我跟景雅离婚之后，其实我没有像我表现的那样轻松，我还在想他，我拼尽全力想把他从我心中忘掉，我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混蛋，那样我的心才能硬起来。做一个没心没肺的是件挺难的事儿，因为你还有良心。你煽动老蓝和老黄去疯、去玩、去害，其实你是在强迫自己，给自己一种忘掉过去的勇气，一种改变的借口。我其实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。我缺少成为一个混蛋的能力。斩钉截铁地说，把前妻忘得干干净净的男人，一个口口声声说不记得过去的男人，可爱吗？真实吗？老白，有这么一段话：和你一起笑过的人，你可能早把他忘了；但是和你一起哭过的人，你绝对不会轻易把他忘掉。这段话挺合适你和景雅的人物关系的吧？哎，老黄，你一直说老白和小美挺合适的，你希望他和谁好啊？对啊，我就觉得老白和小美挺有夫妻相。哎，白志勇，你自己说，景雅和小美，现在谁最适合你？全世界适合你的东西多了，可能都属于你吧。没有爱着急，两个爱上火。那就这样，咱们呀，用排除法。老白，你说实话，如果你放弃和景雅和好的机会，你后悔吗？老白，你说实话，放弃小美，你后悔吗？我害怕约束，不喜欢别人管着我。在我认为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和景雅离了婚。可离了婚之后，我才发现，约束没了，孤独孤单又来了。而且，孤独比约束更可怕，孤单比约束更难对付。特大新闻啊！一个怀疑婚姻，说婚姻对某些人来讲是个错误的人，居然开始说这种话。不是婚姻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错大发了，长了一张错误的脸，生了一颗错误的心，我就是个错误。而且这个错误，并不是在我知道了景雅的秘密之后才感受到的，这很早之前就有，我嘴硬不敢承认罢了。是，我没有忘掉景雅，
我也不敢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小美，因为我害怕，我害怕会有新的错误，我害怕会有新的后悔。也就是说，在2个女人之间，你还在犹豫。也就是说，2个都放弃，你怕后悔。也就是说，最终我可能什么都得不到，只剩后悔。白志勇，你能不干了吗？这擦东擦西的，好像一种无声的谴责。此话怎讲？你会让我觉得我那厨房特别脏，显得我特别懒，特别像那种不爱干家务的懒婆娘。不能这么瞎说啊！你那伤口不是还没好呢吗？我得替你打扫干净了，这样你不就可以少干几天家务活了吗？你过来，跟我说会话。你过来啊！什么事儿？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你问。江小美离婚了吗？离了。离啦？嗯。什么时候离的？1个多月了吧。哦。手续都办了？离婚证都拿到手了。啊？白志勇，你怎么了？一说这事儿，你就不自然。你看你那躲躲闪闪的样子，又是掖毯子又是递杯子的，还躲我眼睛。不会，你跟江小美已经开始规划未来了吧？说实话，你跟江小美是不是已经好了？别胡说，没好，没好啊。那有可能好吗？景雅，我跟谁讨论这事儿，我也不能跟你讨论这事儿啊。咱俩讨论这事儿多尴尬呀！哎，你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怎么就不能跟我讨论了？不说你吃什么，我赶紧做。哎，那次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当时跟我说，你跟江小美最大的障碍就是她没有离婚。可是江小美……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晚上想吃什么？吃你。吃我？行啊，那饭都省着做了，哥们儿随便你吃。你讨厌！哎呦哎呦呵！哎，别动啊，你伤口真的小心。这2天一直在和白志勇聊你的事，我觉得他并没有彻底放弃和你感情发展的可能性，他还在犹豫。还有必要讨论这事儿吗？白志勇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有必要。白志勇的态度并没有那么明确，这是我观察到的。白志勇的毛病就是嘴硬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是真的怕你们2个彼此错过了，将来后悔，所以由我来当这个中间人，分别和你们2个人谈，免得你们一个遮遮掩掩，一个不好意思。但是丑话说在前头，成缘分，我有功；不成，大家还是朋友，别怨我。黄大厨，真是太辛苦你了。这事儿怎么就把你给夹在中间了呢？好像我跟白志勇不能沟通似的，又不是旧社会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还得通过媒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和小美之间有张纸，必须要捅开，不能再这么遮遮掩掩的了。
捅开。他是你喜欢的那个人，继续追；不是，继续找别人去，两不耽误。有枣没枣，先抡一竿子再说呗。哎呦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行吗？这事儿让我自己来处理。你就真不想知道小美是怎么说的吗？怎么说的？我问小美是不是喜欢你，是爱人的那种喜欢。小美说